嗨，大家好！很多人会以为今年的海军节将会以一部中国海军最新宣传片作为纪念建党100周年活动的主角，但真正的重头戏在后面。央视新闻会迟到，但不会缺席。隔了一天，24日，新闻联播花了近7分钟的时间报道了军委主席习近平出席海军3型主战舰艇交接入列的活动，分别是094A 型长征18号艇、055大连舰和075海南舰。我想看过视频的都已经知晓。而视频当中有一个细节，就是在一个航拍画面中，在075海南舰后面的4条长长的停泊位上出现了3艘094战略导弹核潜艇，最远处的停泊位也有一条，但看起来没有龟背，不像是094。关于这些潜艇我们稍后再讲，先来看一下这次3艘主力舰的交接仪式到底发生在哪里。其实海军节的前几天就已经有多位三亚的网友感觉到安保等级有了明显提升，武警、特战、海警船和巡逻机纷纷登场。到底是什么级别的领导莅临会有此种阵仗呢？24号的新闻联播终于揭晓，原来是军委1号。保密和安防工作可以说滴水不漏，中南海保镖从未让人失望。最新的新闻，习主席已经到了广西考察，三亚的敏感度降低。那么现在我们就来看一下交接这3艘新舰的具体位置。请大家记住4条长长的停泊位和后面的小岛，以及左边的椭圆形操场。我们来到亚龙湾东侧的海域，注意到这里有3座岛：野猪、西洲和东洲。我们再将地图放大，就可以清晰看到4条长长的停泊位和一处椭圆形的操场。我们将地图旋转180度，再进行观察，是不是与新闻联播视频中的航拍图一模一样了呢？没错，这里就是刚刚进行交接仪式的码头，3艘新舰依次排开，海南舰后方的4条停泊位清晰可见，而其上方刚好就是西洲，左边的则是东洲。显然这些在卫星地图中早已不是什么秘密，虽然领导人已经离开，但毕竟是军事要地，我们点到为止。接下来就来介绍一下本次海军节的重头戏，3艘主力战舰。首先，备受关注的075首舰，名字终于尘埃落定，最终花落海南岛，而不是此前很多军迷心资念兹的另一大岛台湾。也许是075的针对性太过明显，剑指东南，但也有种说法是中国舰艇每年的开支维护费用部分是来自于被命名省市的财政收入。既然东南某岛暂不向大陆缴税，自然命名也就无从谈起了。也是想让台湾人出钱来命名一艘台湾号，在未来去统一台湾，这脑洞实在太大。当然，这种说法并未出现在官方正式文件中。如果真的是不成文的规定，那么中国舰艇要被命名为台湾号亦或台北号，那恐怕是统一之后的事情了。23日海军节交接一结束，央视随后就公布了一段075海南舰入列之前的训练画面。其实在今年1月春节前夕，就有游客在三亚出海游玩时，无意中拍到了075海南舰，那时正在与山东舰航母一起协同训练。也就是在那段时间，G20的舰载版 G20F 也被网友捕获到。不过从这次入列仪式和后续的训练视频来看，舰载机还是体型硕大的直8，海G20仍未曝光。看来军民们想要一睹G20和无人直升机的登舰，还要再等些日子了。紧接着视频中还出现了一艘726气垫登陆艇进出075两栖攻击舰的画面，这也是央视首次曝光。而726上还搭载了一辆05式两栖步兵战车，编号为2636。其实一辆726最多可以搭载2辆05式，或者一辆96A， 或一辆15式坦克，而075可以承载2至3艘726登陆艇。所以视频中呈现的只是075训练作业中的一个环节。不过毕竟是首次，也算实属难得。另外值得一提的是，在视频的最后出现了075在海面中画了一个圈。难道是意有所指，暗示台海两岸最终会走向团圆吗？这可就不知道了。但如果真是这样，以当前台湾岛上的中国人被台独绑架动弹不得，要实现这个团圆又谈何容易呢？怎么办？这不，另一个视频紧接着就来了。这是央视随后播出的一个对入列后3舰官兵的访谈视频，前面分别访问了大连舰政委、副航海长和海南舰的舰长等3名军官。接下来话锋一转，访问了一位海南舰的女战士，从其军衔来看为上士，而最吸睛的还是她的名字吴桐。这几乎已经不是暗示，而是赤裸裸的明示了。央视还真是难得一见的到位。
这位吴桐小姐姐1994年出生，河北人，18岁进入海军服役，并成为071两栖登陆舰井冈山号的女兵。上舰仅半年，就在支队比武中夺得冠军，可见霸气的不仅仅是她的名字。如今27岁的她，成为万众瞩目的首艘075两栖攻击舰海南舰的女兵班长。想必很多人会对吴桐产生兴趣，但075你上不去，小姐姐你也约不到。我推荐一个地方可以达到同样效果。上海前法租界内的马路两侧长满了梧桐树，精致令人陶醉。对梧桐感兴趣的朋友，不妨可以去打卡留念一下。除了以上视频之外，央视还曝光了一段12分钟左右的视频，介绍了今年以来海军的各项训练情况，其中就包括了辽宁舰航母战斗群此次的南海之行。里面有2个细节值得给大家介绍一下。首先，视频进行到1分13秒时，我们看到辽宁舰左右各3艘，共7舰一同航行。而之后的画面来到侧面，可以清晰看到近处的一艘 052D， 舷号为151，这就是郑州舰。而此前视频也介绍了，被曝光随行的 052D 只有120成都舰一艘，自始至终不见151郑州舰的身影，连日本媒体也直呼奇怪，难道是被他们跟丢了？其实并不是，我们注意到视频画面的上方有资料2字，所以推测这个1+6的画面并不是此次辽宁舰的实况转播，而是引用以前拍摄的资料存档，这里需要各位注意一下。另外，在视频的8分13秒介绍新兴武器时，出现了用激光照射使一架无人机坠毁的画面，这也是官方首次曝光中国海军正在进行舰载激光武器实验。此前给大家介绍过，中国正在实验的电磁炮，而美军则在激光武器上走在前面。央视的此次曝光无疑也证明，除了电磁炮外，中国在舰载激光武器上同样颇有建树。看来未来的上舰值得期待。最后，很多人还关心为什么首艘075舷号会是31。接下来就给大家再介绍一下中国舰艇的命名规范。之前说过，中国海军巡洋舰及以上，包括战列舰、两栖攻击舰和航空母舰，均以省级单位来命名。前2个舰种已被淘汰，所以未来中国34个省级行政单位将被航母和两栖攻击舰瓜分。所以很多朋友会奇怪，为什么05万吨大驱没有用香港和澳门来命名？很简单，人家级别高啊，等同于省级或者直辖市，所以未来香港和澳门势必将被命名为航母或者两攻。再次舷号，根据舷号规则 ，1X 为航空母舰，3X 为两栖攻击舰，所以此次075首舰的舷号被定为31。而中国的首艘航空母舰辽宁号之所以要从16开始，说法也有很多，比如把瓦良格号变为辽宁号，中国海军历经艰辛，花了整整16年。还有为了纪念1916年出生的中国航母之父刘华清将军等等诸多说法。但不管怎样，从16到30为中国航母预留了15艘的命名空间，这在非战时足够了。其次，05万吨大驱的命名，虽然吨位高达12500吨，但还是驱逐舰，所以将以大中城市来命名。很多大城市，尤其是省会城市，由于过早的被命名为 052C 和 052D， 与05失之交臂，所以当前第一批次的8艘05已经命名的前7艘，分别是南昌、拉萨、大连、延安、鞍山、无锡和遵义。但无论是05还是052，只要是驱逐舰，舷号都是1、2个 X， 共3位。最后就是核潜艇，我国的弹道导弹核潜艇和攻击核潜艇均以长征来命名，比如此次入列的长征18号，所以从091开始到现在的094均为长征系列，而舷号都是 4XX， 例如此次入列的421。而常规导弹潜艇则以远征来命名，常规鱼雷潜艇则用长城命名，舷号为2、2个 X 和3、2个 X。而从此次入列仪式的视频来看，最新的一艘094以及后面已服役的3艘，共4艘战略导弹核潜艇这种大杀器一起呈现在镜头面前，实属罕见。看来后续的096已经提上议事日程，何时露面的确令人期待。至于此次入列的075、05以及094A 核潜艇的技术指标以及与他国舰艇的对比，此前已经出过多期视频进行过详细介绍，在此就不再多加赘述了。最后，在习主席莅临广西的同时，壮族3月3传统节日也刚好在广西进行。都说少数民族能歌善舞，
本期视频就以一段舞蹈来结束，我们下期视频再见。